UFC 各量级的最强形态，赢量级。这个实在抱歉大家，主播赢量级看的确实比较少，但大概也是在潘多哈跟大地鼠之间做出选择。但至于究竟是谁，还是交给评论区的大神们吧。除量级候选的有306 5回合完虐蜜糖的梅拉布，以及316 3回合南北角降服蜜糖的梅拉布。但在主播心里，还得是311战胜乌马尔的梅拉布。虽然赛前梅拉布腿部有点受伤哈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因为我感觉梅拉布心里憋一口气儿，明明自己是冠军，还要强制打卫冕战。那老乌马尔前5就打了1个，就因为他是不败的，就因为他是鹰队的，老板和观众也不看好他。但确实谁都不看好你，偏偏你最争气，在战力不占优势，甚至摔跤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凭借超强的体力获得胜利。这一战直接击破了鹰队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至此，我们的土木老学长梅拉布成为梅神了。羽量级候选名单13秒 KO 国王的干尸炮，以及3回合重拳核弹摧毁霍洛威的托普利亚。但主播个人感觉，羽量级的最强形态是与天佑3番战的大帝。那场比赛3个裁判一致判定5个回合全部给大帝，我感觉这比重拳摧毁霍洛威更让人震撼。天佑的格斗智商、战力技术毫无疑问是最顶尖的，而那场比赛的大帝能做到万花丛中过，偏也不沾身，来去自如。脚步、身法、技巧、速度都点满了。那场比赛真的展现出一个王者的统治力，直接给巅峰天佑干自闭了，也打破了两人2番战有争议的言论。如果说天佑的格斗智商等于3个盖奇，那大帝的格斗智商至少等于6个盖奇。接下来轻量级候选名单：鹰炮大战时4回合折颈降服嘴炮的小鹰哈比布，以及3分钟内重拳摧毁奥利维拉的新王托普利亚。但在主播心中最强形态毫无疑问的是阿布扎比超级赛亚马哈。就那场比赛的马哈基夫就简直不是人啊，那肌肉都拉丝成那样了，壮的跟头牛一样。从身体上那比奥利维拉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从技术上马哈无论是站立、摔跤甚至是柔术都压了奥利维拉一头，那体能跟康基打的劣势都没了，完全就是完全体轻量级的最强形态，而且还降服了降服大师奥利维拉。马哈降服奥利维拉，这赛前几乎没人能想得到，虽然是战力出现暴击然后降服的哈，但这场马哈绝对是轻量级的最强形态，甚至都能跟乌斯曼碰一碰。 OK， 那么次重量级候选名单有5回合摔爆华子的超级大眼，以及战胜神童佩恩的 GSP。 但主播想给3回合 KO 伯恩斯的乌斯曼。虽然乌龟的高光时刻很多，并不局限于这一场，像打伍德利、马达、卡文顿这种都很有统治力，但主播选这场的原因更多是这场比赛乌斯曼像一个大师啊，几乎节奏都在他的手里，有种老叟谢顽童的感觉。排名第1的伯恩斯宛如玩具，除了第1回合有个重拳以外，其他没啥亮眼的表现。因为这场比赛给予我的神秘感，所以说我还是想把最强形态给这场比赛的乌斯曼。接下来中量级候选名单：绝境逆转满药松恩的蜘蛛，以及5回合重拳 TKO 黑龙的佩拉，还有重拳摧毁5星的黑龙。但主播要给的还得是5回合逆天压制南非的齐马耶夫。这场比赛50比44完全碾下，就南非让搅了我都没这么难受。摧毁5星8主黑龙的南非在齐马耶夫面前就宛如玩具，就丧失了反抗的信心，就在地面一点动作都不做。这场比赛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齐马耶夫的统治力，虽然只打了1场冠军战，但毫无疑问的历史最强。估计以后能打破这个形态的就是再进化的齐马耶夫了。接下来轻重量级，这个没有任何候选名单，这个已经是完全断层碾压了，那就是与 DC 2番战完全满药状态的完颜阿骨打张保中。那个状态的骨头甩其他状态的骨头都得好几条街，那属于腌入味了，2年了，那药效在体内还没消散呢。而且那场比赛的骨头 DC 完全没有任何反抗之力，甚至2人1番战引以为傲的脏拳技术都不起效了，因为那场比赛把药都磕满了，你一个上钩把牙套都崩飞了，骨头一点事儿没有。就那场比赛的骨头配上他的脏招和狠招，即使上重量级我感觉也几乎没人能拿得下，这个属于断层领先了，这个实至名归。最后一个级别重量级候选名单5回合驯诺大师火警米欧奇，超越次元的强大，回归秒杀盖恩的骨头，以及1分钟重拳摧毁大白熊的汤姆阿斯皮纳尔。在我心中我认为最强的是乔恩琼斯，但在大家心中几乎公认的那就是与火警2番战时候的超级怪兽铁血纳甘诺。那场比赛的铁血就简直不是人类，完全就是头牛啊！而且那场比赛的铁血他主要不犯错，他知道火警肯定要摔他，他的防摔做得特别好，而且击倒火警也是用的一套直拳组合。那场比赛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满帮状态下的超级怪兽铁血纳甘诺，但我感觉那场比赛最宝贵的就是铁血的技术是非常细腻的，而且他不犯错。如果重量级的最强形态给这场比赛的铁血纳甘诺，我作为全网第一鼓吹，我完全能接受。OK 兄弟们，这就是主播心中各量级的最强形态，赢量级就交给大家了。不说了兄弟们，我们下期见。